乌克兰 F-16抛弃北约作战手册，自创战术。2024年夏天，当第一架 F-16战机降落在基辅机场时，火力军很兴奋。北约战术加 F-16加乌克兰飞行员，这把稳了。只是到2026年，情况好像有些不一样了。实际作战时，乌克兰 F-16抛弃了北约作战手册，而是自创贴地打击战术，重创俄本土。北约的空中战术有什么问题？乌克兰为什么抛弃它？自创的空中战术又有什么作用？北约 F-16作战手册的核心逻辑建立在波斯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等实战经验之上。E3通过远程雷达在400公里以外探测敌机，并通过 Link16数据链将实时目标数据分发给 F-16，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了：发射导弹。在这套超视距交战的公式化操作流程中，有几个关键点。北约在实际作战时拥有绝对的制空权，这个时候战场环境安全，目标数据清晰， F-16飞行员能够在中高空进行交战。在高空稀薄的空气中， AM120 的启动阻力更小，可以将导弹射程最大化，扩大杀伤范围。还有就是4级编队，通过交替进攻和防御来维持对空域的持续压制。4架 F-16排成2组，前组发射导弹后迅速转向，利用雷达测扫维持锁定，同时降低与敌机的接近速度。等导弹进入主动引导阶段，前组迅速撤离，后组立刻补位，再次开火。在波斯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里，这套流程确实无往不利。北约实力足够强， F-16可以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用数据链锁定目标，然后在几百公里外发射导弹，优雅地击落对手。北约教官教乌克兰飞行员的也是这一套战术，只是等到乌克兰飞行员回国，一脚油门上天，情报跟教官说的完全不一样，这也导致乌克兰放弃北约作战手册，并自创战术。那么这款战术是如何执行的？虽然乌俄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真实实力，但说实话，与伊拉克那帮人比，俄罗斯还是比较强的。在乌俄边境，那里的 S-400防空导弹就在400公里外盯着你。俄罗斯在接触线上部署了 S-400和 S-300V4， 只要乌克兰的 F-16按北约教案飞到高空，哪怕只是想利用高度优势给导弹加点动能，就会暴露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之下。之后就是雷达锁定的尖叫警报。另一边还有苏 35S 和米格 31BM， 两者都装备了一款导弹 R37M， 宣称射程超过300公里，实际射程未知。不过即使火力军再看不起俄军装备，砍半总行吧，150公里。相比之下，乌克兰手里的 AM120C 射程也就100多公里，没什么太大的优势。这种情况下， F-16在高空发射导弹就是纯纯给俄罗斯的导弹刷 KPI。 既然高空去不了，那就上野路子贴地飞行。就实战情况来看，乌克兰飞行员放弃了所有北约关于能量管理的高级理论，他们现在的标准动作就是压低再压低，在距离地面100米的高度，利用山丘、树林甚至电线杆的杂波来掩护自己，这叫地形规避。俄罗斯的预警机和战斗机雷达在高空看下来，满眼都是地面的杂乱信号，很难从背景噪音里抓出这一两条贴地飞行的战损。虽然这种飞法对飞机的机械寿命伤害极大，飞行员也累得要死，但在乌俄战争的环境下，这是最佳的选择。除了这些，乌军还将4级编队改成了3级编队。北约要的是火力的持续性，但乌克兰不需要，他们要的是定点清楚。在3级编队里，分工非常明确，一部分飞机负责低空渗透，另一部分飞机则会故意暴露，这才是乌克兰飞行员最狠的招。为了给携带精确制导炸弹，比如 GBU-39 小直径炸弹的打击机创造窗口，其中1-2架 F-16会故意在特定时刻拉升高度，短暂地把自己暴露在俄军雷达视野里。俄军飞行员一看，嘿，终于抓到你了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射出昂贵的远程导弹。这时候扮演诱饵的乌克兰飞机迅速俯冲回低空，利用地形规避。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偏点球，通过消耗俄军的弹药基数，并迫使俄机为了引导导弹不得不维持特定航向，真正的打击机这才有机会完成致命一击。然后全队趁着俄军忙着补弹的时候一溜烟跑路。利用这种战术，乌克兰 F-16的生存率爆表，成功躲开了 S-400的视线，让俄罗斯的远程导弹成了睁眼瞎，也对俄军飞行员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威慑。他们不知道哪棵树后面会突然飞出一架 F-16。原本大摇大摆的巡逻模式，只是低空战术有得也有失，对乌克兰也有影响。物理定律是公平的，你在高空稀薄空气里发射导弹，和在地面稠密空气里发射导弹那是两码事。低空发射导弹射程可能只有高空时的1/3，这意味着 F-16在进攻端几乎成了近视眼，低空空气阻力大，
飞机的油耗也蹭蹭往上涨，飞行员每1秒钟都得紧盯着地面，任何细微的操纵失误或机械故障都是致命的。这种精神压力使得乌克兰飞行员的持续作战能力面临挑战。油耗与压力的问题暂时没办法解决，但近视眼可以搞定，戴个眼镜就行了。瑞典 ASC890 预警机的加入，使得 F-16即使在低空飞行，预警机也能从上方提供下视视野。通过 Link 16将目标数据直接注入 F-16的火控系统，这种协同交战能力部分抵消了 F-16由于低飞而导致的雷达视野损失。不管怎么说，乌克兰这套去教条化的打法对俄军的影响其实远超技术层面。俄军现在很郁闷，明明我有技术优势，有射程优势，但防空网一点用都没有，弹药库后勤补给线一直被炸。为了应对 F-16的低空渗透，俄军不得不把指挥中心、弹药库再往后撤个几十公里，这又导致俄军的后勤线被拉得更长，前线进攻的火力密度也跟着下降，这就是非对称战术带来的杠杆效应。对比北约的标准战术，乌克兰的自主战术，结论很明显，如果 F-16按北约手册打，在乌克兰可能活不过前3天。如果你按乌克兰手册打，你虽然杀不死远方的敌人，但你能保住飞机，还能守住家园。对于北约来说，乌克兰的实战经验相当于价值连城的逆向教材。以前北约的演习，比如红旗军演，总是设定自己有预警机，有制电磁权。如果是大国竞争，制空权最终属于谁还无法确定，北约也需要面对这种没有制空权的战斗。总的来说，乌克兰空军对 F-16战术的重写证明了一件事：武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先进的武器，如果只会按部就班看说明书，那就是一块废铁。乌克兰飞行员放弃北约手册，不是因为北约不行，而是因为不适合。通过低空渗透、3机诱饵这些听起来不够高大上的战术，乌克兰成功的把 F-16从一个单纯的武器平台变成了一个能灵活适应战场的战略工具。火力军觉得，随着更多北约战机加入，这种实战驱动的战术进化还会继续。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写教条的专家们，真该去听听那些从低空归来的乌克兰飞行员是怎么说的。毕竟在战场上活下来并摧毁目标才是唯一的真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乌克兰的 F-16战术，北约值得学习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